嘿，大家好，我是亨瑞，一个和你一起提升厨艺的频道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亨瑞一个比较私房的三明治。这个组合，亨瑞用了超市里最常见的食材，再用最简单的方法制作而成。而且，如果你事先准备好水煮蛋的话，整个过程甚至不用5分钟。如果你觉得简单的话，请帮亨瑞在留言区扣个1。对了，大家别忘记按赞、订阅亨瑞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来支持亨瑞，并将影片多多分享给更多朋友哦。真的超简单的，只要将小黄瓜清洗干净，切片。这里亨瑞建议可以切厚一点，才会比较有口感，让你的三明治更有层次。今天用的小黄瓜品种，亨瑞来简单介绍一下，它叫做水果小黄瓜。它长得就像是比较迷你的大黄瓜，中间的部分非常饱满多汁，吃起来相当爽口，非常适合生吃。这种小黄瓜无论是腌制、凉拌，还是和肉类一起炒，切至拌面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哦。洗小黄瓜的方法，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。如果是第一次看亨瑞影片的朋友，可以去找亨瑞做简易小黄瓜三明治的影片。蛋的部分为了省水省力，亨瑞会用电锅去蒸，用一点点的水就能得到美味的水煮蛋。详细的做法可以参考亨瑞做奢华裸麦吐司的影片。差不多过了10分钟左右，水煮蛋已经好了，接下来放凉切片就可以了。接着进入组装的部分，今天亨瑞会用到3片吐司来制作这份三明治。在其中1片吐司涂上美乃之后，依序放上水煮蛋和泡菜。今天的私房三明治仍然离不开品质优良的泡菜。好的泡菜通常会有其他的蔬菜，像是青葱或者红萝卜，这就是泡菜品质非常优良的证明哦。关于挑选泡菜更详细的介绍，可以参考亨瑞做泡菜蛋炒饭的影片。盖上2面涂了美乃滋的吐司，记得要控制量，不然的话热量会超标。接着放上小黄瓜，撒上盐、白胡椒粉，抹匀，把吐司盖上去，切成2半。我们的亨瑞私房快速三明治就完。等一下，差点忘记加入这份三明治的灵魂——奶油起司。只要加下去，这份三明治的层次就会翻倍，也让这份三明治多了乳脂肪和奶香。这里亨瑞挖了2汤匙下去，喜欢这种起司的朋友也可以加多一点。把奶油起司抹均匀后，再把吐司盖上去。到这里，一份即兴创造、层次感极为丰富的亨瑞独家私房三明治完成。一口下去，奶油起司的乳香和满足感会先占领你的味蕾，接着是泡菜丰富的滋味和小黄瓜的爽脆，赋予了这道三明治的咀嚼感。最后是鸡蛋柔软的口感，为这份三明治画下了句点。当然，少量的美乃滋也功不可没，没有它，这些食材的特色没有办法结合成早晨之下的小确幸。在品尝这份三明治后，亨瑞来分享一下这份三明治的诞生过程吧。这份三明治是在亨瑞拍摄泡菜蛋炒饭的那支影片的时候，刚好有剩下来的泡菜和鸡蛋。拍片后的隔天，亨瑞因为要赶时间，就把剩下的泡菜、鸡蛋和家里的小黄瓜跟吐司煮成三明治来当做早餐。味道虽然不错，但唯一的缺点是吃完后不久很容易饿。于是，在今天的版本，亨瑞多加了奶油起司，来让这份三明治更加的均衡。或许有一天，你无心之下的创作就是美味的起点哦。谢谢大家！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欢迎帮亨瑞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亨瑞将协助你们激发对烹饪的灵感和信心。我们下回不见不散，拜拜。